海王星反舰导弹因击沉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而一战成名。12月4日，据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宣布，乌克兰开启了开发新型远程攻击导弹计划，将重点打造增程型海王星导弹，以打击俄本土目标。下面请看详细报道。12月4日，加夫里留克在接受乌克兰国防部新闻处访问时，宣布了开发新型远程攻击导弹计划。不过，有关新型远程导弹及其预期用途的细节，乌克兰国防部尚未透露。据乌克兰防务快报推测，海王星综合体的 R360 导弹将用于摧毁地面目标，弹头重量350公斤，其射程也将超过反舰版本的300公里，达到400公里。据该报道陈述，正在进行的海王星导弹升级计划属于乌克兰导弹武器和弹药项目之一。乌克兰计划明年为此拨款 47.7 亿美元。在这里，加夫里留克重申，这笔财政资源的很大一部分将用于增强乌克兰国防工业复合体的生产能力，这是要保证乌军导弹的生产。再结合近期乌克兰的变化，火力军推断，升级后的增程型海王星导弹大概率和泽连斯基建立克里米亚火力控制点有关，之后将和海马斯系统一样，是乌军打击克里米亚地区俄军军事目标的武器。那增程型海王星导弹作用大吗？这个我们可以借鉴9月份时 2.0 版本的海王星导弹，当时可是成功打击了克里米亚的俄军 S-400 防空系统。这里的 2.0 版本就是乌克兰自行将海王星反舰导弹进行改造的陆攻版本，是其寄予厚望打击俄本土的武器装备。据当时 X 平台账号 Nest TV 的发声，克里米亚地区的费奥多西亚发生了爆炸和枪声。半小时后，Glow 的账号发布了劲爆消息，据他所转载的视频里和附文显示，克里米亚共有3枚火箭弹来袭，1枚被击落，另外2枚成功击中目标。文章内容显示，从声音判断，来袭导弹是海王星 2.0。 Glow 还表示，陆攻版本的海王星 2.0 可由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奥莱克西·丹尼洛夫证实了这种武器的存在。据战区相关报道称，陆攻版的海王星导引头采用了 GPS 制导加红外成像末制导的综合制导方式，最大射程400公里，有效载荷约为350公斤，是乌克兰目前制造的射程最远的导弹。而增程型海王星导弹虽然未有资料流出，但想来也是通过研发降低战斗部重量来增加射程，以达到打击莫斯科的目的。这种牺牲威力增加射程是目前全球通行的导弹增程手段，所以火力军丝毫不怀疑乌克兰有能力研发出能够攻击莫斯科的增程型海王星导弹变体。当然，无论是海王星反舰导弹还是陆攻版增程版的海王星导弹，其数量永远影响着乌军士兵的发挥。除非海王星导弹的产量能和上期提到的陆射小直径炸弹一样量大且相对廉价，而乌克兰计划明年拨款 47.7 亿美元来增强乌克兰国防工业复合体的生产能力，应该是提前想到了这一步。至于乌克兰为什么要研制陆攻版和增程版本的海王星，打不还手可不是乌克兰的作战风格。当乌克兰因他国捐赠的远程打击武器不被允许用来打击俄罗斯本土时，乌克兰就缺乏报复俄罗斯的远程打击手段。所以研发一款能打击俄本土目标的增程型海王星导弹是非常正常且需要的。当然，也有人想不明白，乌克兰身为当初苏联的第2大加盟共和国，拥有很强的军工研发能力。昔日的乌克兰别说巡航导弹了，洲际弹道导弹都能造，如今更是依托北约的军工体系，那为什么还要以海王星反舰导弹为基础进行研制呢？现代更先进的北约导弹不是更好吗？这主要是因为当下的乌克兰更看重成本，并希望在最短时间内定型完成研制生产。毕竟如今的乌克兰虽然有着北约防空系统的守护，但俄军的导弹和无人机动不动就会让乌克兰全境拉响防空警报，加上乌克兰的军工体系又是俄导弹打击的重中之重，因此研制一款能在短期内看见成效的武器是乌克兰考虑最大的一个因素。其次，从技术角度讲，对于如今军工体系遭到破坏的乌克兰来说，重新启动生产海王星这类反舰导弹，或以其为基础研制新武器相对容易，因为升级此类导弹无需太大的创新技术，
海王星导弹的研发说到底还是在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半岛前，以俄制的旧型 KH-35天王星反舰导弹为基础进行的改良升级，所以它也被视为是乌克兰版的 KH-35。其设计公司是成立于1965年，有悠久俄制导弹设计历史的陆旗设计局。当初之所以要研制海王星反舰导弹，一是因为乌克兰的作战需求。自2014年克里米亚问题爆发以来，俄乌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乌军政领导人就要求乌军工企业研制能够抗衡俄罗斯的杀手锏武器。当时乌克兰认为亚速海和黑海是面临俄主要威胁的方向之一，这便有了射程300公里的海王星反舰导弹系统。该系统可以确保乌海军岸防部队遏制俄海上攻击。二是当初的乌克兰要提升军工企业的地位，在苏联解体后至乌俄全面交恶这段时间里，乌克兰和俄罗斯还是相互扶持的。如哈里科夫飞机制造厂为俄军组装 KH-35 反舰导弹，光线设计局得到了俄军 KH-35E 改进型导弹的技术资料和实物模型等。但同样，自2014年俄乌关系全面恶化和相互制裁开始，乌克兰依靠俄罗斯订单生存的军工企业就陷入了困境，所以乌军政领导人就呼吁军工企业开始独立自主研制国产武器装备，扩大出口，以提高乌军工企业的生存能力。这其中，海王星导弹系统的研制成功，不仅能够提高乌军的防御作战能力，还提高了乌军工在国内外武器市场的影响。至于海王星反舰导弹的性能如何，天王星和海王星都是一个妈生的，性能方面自然差不多。整套系统暂且不提，光是 TPK-360 导弹运输发射筒内的 R360 反舰导弹就装有150公斤的破片杀伤战斗部，最大射程300公里，可以摧毁排水量5000吨的护卫舰。与俄军的 KH-35E 相比，不仅尺寸略大，射程也更远，但两者主要技战术性能其实基本相同。唯一不同的是，海王星加装了新型惯性制导系统。最后，从费用角度和采购难度上讲，海王星相比同类型导弹，制造成本低，采购价格便宜，最重要的是采购难度低，是乌克兰当下最合适的选择。在当下激烈的俄乌冲突中，为了打击俄境内的目标，乌军可谓是手段尽出，其主要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和防空导弹来打击俄境内的空军基地、指挥所、军事据点等目标，如 UJ-22 自杀式无人机、图141等。此外，还有一些在防空导弹基础上改装而来的对地导弹，如改装了 S-200 远程防空导弹，但这些改装武器的航程或射程普遍不超过800公里，而且精度和威力上也与巡航导弹有较大的差距。因此，乌克兰便有了远程攻击导弹的计划，而除了重点打造增程型海王星外，应该还包括2000公里射程的风正巡航导弹。乌克兰之所以会重启远程巡航导弹的研制，除了现在要打击俄境内目标外，还有就是在冲突爆发前，乌克兰就曾推出风正巡航导弹计划。在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就一直试图研发类似美国战斧的巡航导弹，以打击远在1600公里外的目标。为此，乌克兰南方设计局就推出了风正巡航导弹计划。要知道，在现代战争中，巡航导弹一直被当作远程精确打击的利器，用于打击敌方机场、指挥所和防空阵地等高价值目标，往往在战争或军事冲突初期起到破局的作用。因为现代亚声速巡航导弹的优势，主要是依靠航路规划和超低空飞行实现强突防。航路规划可以尽量躲避敌方防空系统的拦截，并利用地形隐蔽自己。超低空飞行也可以尽量降低被雷达发现的概率，以此来进行突防，敌人的拦截概率低。从南方设计局展示的风正巡航导弹外形来看，该导弹采用了亚声速巡航导弹的主流设计，即圆柱形弹体，在弹体中部设有一对可折叠的大展弦比平直弹翼 X 型尾翼，并配有一台小型涡扇发动机。根据公开资料显示，该弹配备的是乌克兰马达西奇公司生产的 R95 涡扇发动机，这是一款结构紧凑且高效的发动机，可产生约408公斤的推力，能够为重约2吨、射程1600左右的巡航导弹提供动力。若风正巡航导弹投入实战，对俄乌冲突影响有多大？
其实，自乌克兰加大对俄境内军事目标以及莫斯科的打击后，乌军动用的武器类型就包括但不限于自杀式无人机、S-200防空导弹改的对地导弹、战术弹道导弹等，且均已获得了一些战果，如莫斯科首都普斯科夫机场等受袭事件。对于乌军来说，若是拥有专用巡航导弹，就有能力对俄境内更远纵深目标进行更频繁的精确打击。毕竟，相对于自杀式无人机，巡航导弹的战斗部更大，能携载更大的战斗部，造成的损失也就越大。以袭击军用机场为例，目前乌军广泛使用的 UJ-22 自杀式无人机只有17公斤的战斗部，无人机只能打击露天停放的飞机、雷达等防护能力不强的装备，一旦遇到一些加固目标，如加固指挥所、机堡等，就有点力不从心了。而风正巡航导弹参战后，若是根据情报采用高爆亲撤战斗部，即便目标是俄军加固的机堡，也能进行有效毁伤。对于俄军来说，乌军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对其造成的威胁是有限的，而一旦风正巡航导弹参战，那就不一样了。乌军的远程打击将不再是可以小觑的威胁。巡航导弹不仅战斗部更大，主要是突防能力更强，命中精度更高，而且还有西方情报的支持，乌军突破俄军防空漏洞的几率更大。如果再结合自杀式无人机进行集中突击，不仅更难以防御，甚至俄军一些更纵深的目标，如战略轰炸机基地、后勤基地、军工厂等，也都将受到被打击的威胁。但还是同样的问题，无论是增程版海王星还是风正巡航导弹，数量永远限制着其发挥。在冲突期间，如果它俩的产量少，那对战争的影响是有限的。如同乌克兰研制的雷霆战术弹道导弹一样，虽然已经在战场上使用，但因为数量很少，没有太多的战果，导致乌克兰不得不改装 S-200 防空导弹执行对地打击的任务。所以一切就看乌克兰如何恢复和增强国防工业复合体的生产能力，以及会不会在明年计划的 47.7 亿美元拨款上进一步加大投资。好了，关于乌克兰开发新型远程攻击导弹计划，打造增程型海王星导弹，大家是什么看法？要如何在俄军针对乌军生产的情况下完成研制和批量生产？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